在 High 价位，我有21000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A8个大盲的 AA， 很多玩家会想说，是不是选择直接 all in？但我认为呢，拿这种大牌呢，就是希望透过最小加注来让你的价值最大化。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想要一同参加 APT 亚洲巡回赛台北站的朋友们有机会喽 ！Natural 为大家举办的线上卫星赛，就有机会获得价值$1650的主赛事资格，赛事总奖池高达$100万。连续4个周日的晚上8点，一共保底50个席位，赶快登录 Natureway 跟我一起晋级主赛事吧 ！APT 亚洲巡回赛，我们台北站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在 WPT 系列赛最后一天参加的35000快速主赛事的一个整体的状况。那它的筹码量呢是3万。那所谓的快速赛呢，这一场呢是每15分钟升盲一次，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场赛事。一开始呢，我们从第一个级别就上桌了。第一个盲注级别呢是小盲跟大盲呢都是100的盲注。这一手牌呢非常的精彩哦，9人桌大家的筹码量都是3万 ，UTG 加1加注到300。UTG 加2的玩家呢，选择3次下注到1100 ，High 价位的对手跟注，然后呢，我在 CO 位我拿到了 AK 不同花。那我们这手牌呢，我觉得一个很明确的状况就是我们会选择再加注，原因是因为今天有一位玩家加注到300。然后又3次下注到1100，又有一位玩家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这边的范围，如果我今天要跟注的话，我希望是一些同花的牌，或者是一些我觉得适合进行多人抵持的一个手牌啊，比如说 KQ 同花、QJ 同花，在非常深筹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可以考虑进行这一些手牌用跟注的。但如果说我们今天是 AK 或者是 QQ 以上的对子，4次下注应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那这个时候呢，我选择了4次下注到3500，UTG 加1的玩家弃牌，然后呢 UTG 加2的玩家呢，他会是一个最重要的玩家，因为如果说他今天选择再加注的话，那我很有可能呢 AK 会考虑弃牌，或者是只会考虑跟注，因为我认为呢，在这几位玩家的范围之中呢，他可能是最有机会拿到好牌的玩家。那至于他选择跟注之后呢 ，High 价位玩家我一点都不担心哦。原因是因为当他今天面对一个3次下注，他的选择是只有选择平跟的时候呢，其实以现场的玩家大部分来说，我会把 AA 和 KK 排除在他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觉得他的范围可能会像是一些9910、JJ 甚至是 AQ、KQ 同花之类的手牌。所以呢 ，UTG 加2的玩家跟注 ，High 价位玩家也跟注，所以这是一个3人的4次下注抵持哦，非常的少见。好，翻牌是 Q62 彩虹面，抵持11000，两位玩家都过牌到我。这个翻牌我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虽然两位玩家的范围都非常的窄，但是我觉得下注还是会比过牌的好。下注3000啊，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下注尺寸。然后呢 ，UTG 加2玩家跟注 ，High 价位玩家也跟注。这两位玩家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心里的策略已经很明确了，只要转牌跟合牌，我只要没有击中我想要看到的牌，那我就会当做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放弃。转牌来一张梅花10，抵持2万，然后呢，两位玩家都过牌。那虽然说我这边多了一个卡顺啊，但是我很明确的就是，我认为两位玩家呢，至少有一位玩家有顶对啊，就是有 Q 以上的手牌，甚至是有 KK， 我觉得都是不意外的。会有很多的 KQ 同花跟 AQ 之类的手牌，甚至 QQ 都也在这两位玩家的范围里面了。所以我是不可能再下注。3位玩家都过牌，合牌呢是一张梅花8，两位玩家都过牌。那我记得当下呢，我的 AK 是带有1张梅花，但是我也不认为，就算我有1张梅花，这个情况呢是适合炸胡的情况，又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在这边永远都不会炸胡。如果我今天有 AAKK， 我觉得我都会选择一个小尺寸的下注，希望人家拿一个 Q 的对子来跟注。所以我选择了 check UTG 加2的玩家开牌啊，他是一对 Q 啊，就是他翻牌中了一个顶3条。在他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翻牌可以考虑加注，就算翻牌预设策略是跟注的话呢，在合牌应该都会是一个主动自己的下注。原因是因为后面两位玩家下注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如果他今天主动下注 ，High 价位的玩家或者是我这个玩家是有机会付他合牌的一个价值下注啊。这位 QQ 的玩家呢是有机会可以赢到更多的筹码啊，但是他并没有，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3人抵持的4次下注的一个状况。
下一手牌呢是在100、200的盲注级别，一个3人底池的状况。低欧位的玩家加注到500，小盲位的玩家跟注。我在大盲位，我有 Q10不同花。我们3人的筹码量呢都是3万左右，我也选择了跟注。翻牌是10、8、6，两张黑桃，底池1700。小盲位玩家过牌，我也选择过牌。低欧位的玩家呢没有持续下注他也选择过牌。转牌来了一张不同花色的 A， 小盲位过牌。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决策要做。虽然说我是一个翻牌的10的顶对，转牌过牌比较好，还是下注比较好，其实是蛮接近的。如果这位加注的玩家是在前位的话，那我应该永远都会过牌。但如果说今天加注的玩家是偏向后位，它的范围是更宽的时候呢 ，A 的范围在它的整体的范围中比例稍微少一点点的话，我的10的对子呢是可以考虑价值下注尤其是在这个台面上，不管是顺子听牌或是同花听牌的机会所以呢，当下我选择下注半个底池800，低欧位的玩家弃牌，小盲位跟注，那合牌呢是一张5。底池3300，然后小盲位过牌，那我很明确的知道呢，这个合牌呢，我绝对不会价值下注，又或者是说，如果我今天合牌要价值下注，我会希望是 A 以上的顶对，或者是2对更好的手牌，所以我也选择过牌。那我看到小盲位是 A5不同花，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就会看到说，其实在小盲位的情况下，它这个 A5不同花翻牌前是一个太松的一个跟注范围，这把牌长期来说呢，会是一个输多赢少的一个状况这也让我得到一些额外的资讯就是玩家会玩一个太松的一个范围。下一手牌呢是一个3次下注的状况，在200、400的盲注级别，八同位的对手选择加注到900，他的筹码量比我多，然后我在大盲位，我只有2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K 不同花。那我们这边的话会是一个明确的3次下注。那跟大家讲一下，我这边觉得3次下注的下注尺寸。那没有位置的情况，面对一个900的加注呢，至少会加注到4倍的它的下注的尺寸，也就是说至少会是3600，甚至再多一点点，都是一个不错的下注尺寸。在大盲位我们是没有位置的情况下，当下选择加注到4000，八同位的玩家选择跟注。翻牌是 K10彩虹面，然后有一张红桃，底池8600。在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接近100%的下注范围，原因是因为我们会有很多顶对，甚至是3条的组合，或者是 AA。那我觉得以一个范围优势来说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接近100%的持续下注。我选择了下注2500，八同位的玩家选择跟注。转牌是一张红桃9。底池13600，必须要有一个混合策略原因是因为我的范围里面会有 JJ， 会有 QQ， 会有 KQ， 会有 AK， 会有 AA， 会有 KK。当我今天有一些手对是比 K 来的弱的手对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过牌同时呢，我也要告诉他说，我不会今天我过牌，代表我的范围就一定是 JJQQ， 一定不会有顶对或是更好的手牌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太容易被对手攻击。所以呢，当下呢，我选择用一个混合策略，在转牌选择过牌，八同位也选择过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讯息在他的范围之中，如果他今天有3条10，或者是他今天有顺子，都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率的下注。也就是说，当我今天看到他转牌过牌的时候呢 ，AK 的顶对几乎永远都会是好的，除非他有什么 K10同花。它是 full house， 我觉得才有可能选择一个慢打，要不然只要是单纯是一个对子或者是3条，都会价值下注。所以合牌呢开了一张无关紧要的2，底池一样13600，很明确的2种选择。第一个呢是半个尺寸的下注，第二个呢是接近一个满帕的 all in， 各有好坏。当我今天选择半个底池的下注的时候，期望会被更宽的范围跟注更宽的范围是可能有一些。K9 同花，或者是手对，甚至他有可能拿 AJ、AQ 来抓炸，我觉得这是也有可能。但如果说今天我选择了一个满帕的 all in 的话，我觉得这些手对或者这些 A 猜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跟注所以当下呢，我选择了下注6500，八同位的玩家他想的话，代表说我是有机会被跟注。然后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跟注，那我当然非常有自信的开出我的 AK。然后他看到我的牌之后呢，他就选择了弃牌，所以我就赢下来一个还不错的底池。下一手牌呢是比较单纯的一个单挑的一个状况这是在300、500的盲注级别2位玩家都有3万的筹码量。低位的对手选择加注到1200，我在大盲位我拿到了 K8 黑桃，我选择了跟注。翻牌是876彩虹面。底池3200，然后我选择过牌，第二位的玩家也选择过牌。转牌是一张7，第一个我会有非常多的顺子，我会有非常多的3条。
那我们这边 K8的话，一个顶对接近100%，我的手牌会是一个好牌哦，所以呢，我选择了一个价值下注2000，低位玩家跟注。那合牌呢是一张3，底池7200。那我们这边的话也是一个很明确的价值下注，而且我觉得下注尺寸可以稍微大一点，我选择下注5000，第2位的玩家很快就跟注，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他就弃牌。下一手牌呢，也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状况啊，在300、600的盲注级别，8人桌 UTG 加1的玩家，他 all in 只有全下1200，low 价位的玩家呢，他有3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3500，我有3万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5梅花。首先，我要先能够猜想出前面2位玩家的范围。那我认为 UTG 加1 2个大盲的 all in 呢，它的范围可以非常的宽哦，因为它只有2个大盲，而且它很快哦就要放大盲了。那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认为它会 all in 到50%甚至是更高的范围呢，我觉得非常的合理。针对这样子的范围呢，我们要猜想 low 价位的范围会是什么样子。low 价位在它的状况呢，它可以选择加注的范围呢，就是原本这个位置可以玩的手牌。但是会再紧一点，因为他今天加注的话，他必须至少要加注到合理一点啦。他当下选择是一个3500，也就是接近6个大盲，以 low 价位大概是25%，但是因为加注一个大尺寸，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20%左右的情况啊，有可能会更低，那我不知道。根据这样子的范围呢，实际上我现在在想，如果要选择跟注的范围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要是一些同花10J、QJ、KQ、KJ， 然后一些同花 A5 同花可能有一点太弱，实际上可能会是 A8 同花以上，或者是 A10、AJ 不同花以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当下呢，我自认为第一个 A5 同花，其实翻牌之后的可玩性其实不会到太差，再加上我在 bottom 位啊，我有一个绝对的位置优势，超过50个大盲应该不会到太糟。所以当下呢，我觉得情况有一点边缘，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跟注。翻牌是225彩虹面，主底池呢是5100，然后有一个边底池呢是4600，low 价位的玩家选择了持续下注2500，跟注跟加注来比呢，我觉得跟注是比较好，因为我们有位置的优势。当下我选择了跟注，然后转牌是一张7，主底池是5100，边底池是9600，low 价位玩家选择过牌。我的这个状况很有可能是最好的手牌，但是可不可以价值下注呢？我觉得不行。原因是因为对手呢还是会有一些66以上的手队，如果说他今天66以上的手队，他会选择过牌，我下注的话就是也没有好处嘛。再加上其实大部分的玩家，我觉得合牌都不会炸胡，可以透过一个过牌，有很高的几率可以到摊牌。当下呢，我也选择过牌，那合牌是一张9。这位玩家又选择过牌，那我的手牌呢，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摊牌价值，应该有蛮高的几率会是一个最好的手牌，因为我只输给66跟88，这大概是2手牌唯一会在转牌跟合牌选择过牌的手牌。如果他今天是99以上的对子哦，不管是在转牌或合牌，都会主动的下注，所以呢，我是一个赢多输少的状况啊，至少我自认为是这样子。所以呢，合牌呢就是过牌，我看到了 UTG 加1的玩家呢是 AQ 不同花，就是他是 A 猜。然后呢 ，low 价位的玩家呢是1对8，所以他1对8在转牌没有下注，某种程度上有一点意外，但是也很合理啊。大部分现场玩家都会稍微的选择一个保守一点的策略。这手牌呢让我稍微输了一点点的筹码。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的一个状况啊，在500、1000的盲注级别，我在8人桌的 UTG 加1，我有22000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Q。这个时候呢，我选择加注到2000。那bottom位的玩家呢，他的筹码量大约是24000，多我一点点。他选择了一个3次下注到6000，这个时候就到我 AQ 不同花在算是前位，大约是20个大盲啊。这手牌的2个都可以。第一个我可以选择跟注，第二个呢就是可以选择 all in。那如果说今天这手牌的有效筹码量超过25个大盲的话，我应该永远都会只选择跟注。但如果说今天这手牌是低于25个大盲的话，可以考虑翻牌前的 all in。原因是因为当我今天的筹码量越少，我认为对方的范围会稍微宽一点点，也就是说他今天很有可能3次下注一些 AJ 同花，希望可以在翻牌前跟我打完，或者是说他今天会有一些更宽的一些手队啊，至少我自认为会是这样子啊。在一个筹码量比较少一点的情况下，翻牌前的 all in 可能会好一些。当下呢，我选择了 all in，bottom 位的玩家很快的就跟注啊，他是1对 K， 这手牌呢就没有意外，我就淘汰出局。但是呢，就马上立刻重买。重买的话状况还不错，上桌是600、1200，我在8人桌的 UTG 3万的筹码量拿到了1对 A， 能输吗？加注到2500。
UTG 加1的玩家选择了 all in， 他 all in 的筹码量呢是16000，大约是13个大盲啊，但是都不重要，因为我拿一堆 A， 所以他 all in 多少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很轻易的跟住。让我们看到了 UTG 加1的玩家是 AQ 不同花，那我就赢下了重买之后的第一个底池。下一手牌呢是在1500、2500的盲注级别哦，也就是说过了大概2、3个级别，我在 high 价位我有21000的筹码量，我拿到了 AA8 个大盲的 AA， 很多玩家会想说，是不是选择直接 all in？但我认为呢，拿这种大牌呢，就是希望透过最小加注来让你的价值最大化。当我们今天 all in 8个大盲的时候呢，我认为盲注位的玩家他的跟注的范围当然就会比较紧一些嘛。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最小加注的话，我认为大盲位会抵抗超过60%、70%的范围啊。根据每个不同的玩家有一个不同的范围，但我认为至少都会抵抗5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状况。当下呢，我加注到一个最小加注5000啊，2个大盲啊，这个时候呢没有意外啊，大盲位的玩家有8万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好，翻牌是 A25。底池14000啊，所以我 AA 中了一个顶3条，大盲位玩家过牌。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做一个最小下注。那当然你要选择过牌也可以啊，但是我认为我宁愿过牌一些，比如说 A27，因为当今天 A5的时候呢，有可能转牌或合牌可能会开3跟4。也就是会成为一张成顺的状况，再加上大盲位很有可能会有下面这些低牌啊。当我今天做一个最小下注的时候呢，对方不管是跟注或是加注的频率，相对来讲都会是不低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我选择下注一个大盲2500，大盲位的玩家选择了 all in 非常的好，很快就跟住了。大盲位的手牌呢是17方块就是它是一个同花听牌没有意外就是没有开出来，所以我就成功的筹码翻倍。下一手牌呢是在2000、4000的盲注级别low 价位的对手，他有2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8000，我在大盲位，我拿到了 K8 同花，选择跟注。翻牌是 KQ9，底池22000，我选择过牌。这位玩家呢选择一个持续下注6000，这手牌其实很多玩家可能会考虑用跟注了，但是在这种短筹码的情况下呢，其实电脑会建议选择直接 all in 会比较好。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希望转牌跟合牌开10J 或者是梅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是很好处理的状况。所以呢，我也选择了 all in 他如果今天还有中对子，不管是中对或底对，都很有可能会跟注尤其是带有卡顺的手牌。那当然，如果说他今天是一些完全没有击中翻牌的，比如说一些 SI 或者是一些手对，比如说22到77，那不管怎么样，他都不会投入更多的筹码。当下呢，我选择 all in， 然后呢，他很快的就弃牌。下一手牌3000、6000的盲注级别CO 位的对手，他有3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4000。那我在大盲位，我的筹码量有15万，我拿了18不同花选择了跟注。然后翻牌是 K76，底池37000，我选择过牌。CO 位的玩家他也选择过牌转牌开了一张红桃4。我可以选择下注的炸，那我也可以选择过牌。尤其是如果我认为对手他是一个不爱弃牌的人，或者是说他今天过牌就是为了要跟注，选择不炸胡也挺不错的。所以当下我也选择了过牌，然后合牌是一张10，他如果有对子一定不会比10来的好。又或者是说，他今天很有可能是一些 ace high， 对上这些范围呢，我可以作为一个很小的价值下注，我选择了下注1万。对手想一下之后呢，他就跟注，他还开牌给我看，他是 AQ， 就是他拿 ace high 跟注，那我就赢下来一个小底池。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要接近前圈的决赛桌那前圈呢是5人前圈，在刚刚那手牌发生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是一个短筹码的状况。那我的筹码量呢在中间，然后又没有好牌所以呢就是非常的无聊在一个弃牌的一个阶段。进了前圈之后呢，这是一个5人桌的状况high 价位的对手他有30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3万这个是1万15000的盲注级别。我在 CO 位，我有 A9 不同花，我的筹码量只有38000，也就是不到3个大盲。那我们 A9 呢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 大盲位的玩家有20万的筹码量这个时候呢，他说，如果我跟注的话，他是不是不能再加注了他问了这个问题，裁判就跟他讲说，对，如果说我今天加注超过4万5，那代表说他跟注的话这个原本加注的玩家就可以再加注。今天拳下的尺寸呢是低于4万5以下，那他今天选择跟注的话，原本这个加注的玩家就只能选择跟注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大盲位的玩家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他就选择了跟注，然后 high 价位的玩家也选择跟注。翻来是176彩虹面，底池139000，大盲位选择过牌 ，high 价位的玩家选择下注15000，大盲跟注。转牌是一张 K， 底池139000主底池，然后边底池是3万。
Hijack 位玩家又下注了一个3万，大盲位的玩家跟注，合牌开了一张8，让我击中了一个顺子，然后2位玩家的过牌，Hijack 的玩家开了7啊，就中了3条7啊，他就以为他要赢了，但是我开错了 A9，赢下了这个底池。最后一手牌1万2万的盲注级别啊，这个时候呢，小盲位他有大约是20万的筹码量，就10个大盲啊，他选择了 all in，然后我在大盲位我放了盲注之后呢，我大约还剩下12万。然后我拿到了 A5 同花啊，很明确啊，选择跟注。如果说 all in 6个大盲的话，我认为2张9以上的牌我应该都会跟注，所有的 A、所有的 K、所有的 Q 啊，大部分的同花 J、同花10应该都会跟注，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宽的范围。当下呢，我看到了对手是97也是一个本来他应该就要 all in 的范围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错误。翻牌是一个什么高牌，然后有8跟5，好像它就是有一个卡顺。转牌一张 A， 合牌呢开了一张6，对方就中了顺子，这场赛事呢，我是第5名出局，奖金是12万还是13万，有点忘了。这就是这一场赛事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扑克相关的内容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说你想要投稿你的问题手牌的话，请到我们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我们不定期的会挑选一些手牌来做成影片回复给大家。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更多专业的扑克教学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EV 实验室，上面有扑克文章、扑克新闻，重点是有我的订阅影音服务，可以看到我的决赛桌影片，并且看到我使用一些专业的电脑软体分析扑克手牌。我是小 P，大家拜拜。